声音我觉得声音是不错的，很有感觉，声音有感觉，很有范儿那种感觉。声音就是让你有这种驾驶的欲望。对。但是刚才提到了，那骑起来了。那说到驾驶欲望，再说它这个车的操控怎么样？因为副组车对它操控没有什么太多要求，但是还不错哈。还不错。副组长是稍微有一点点惊喜，我觉得操控灵活度真的是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分析了一下，因为它可能发动机会比较沉，对，整个车架其实挺轻的，大家看，对，基本没什么架。但是提醒大家小伙伴注意啊，跟那种街车、跟那种好的那种 ADV 的操控还是不能比的。对，毕竟它这个轮胎，对，现在原厂轮胎它只是一种这种的，是吧？城市还能走点烂路这种轮胎，它抓地力还是信心不是很足。是的，至少我们在这个北京现在0度左右这个天气里，信心不是很足。我们也没有是一种比较极限的，就是简单的技术也是一方面了。对。聊到骑行三角，咱们俩比划比划。来吧。今天没有白老师，就我们俩啊。先来看组长啊，它是800毫米的坐高，对，但是实际的体验绝对是比这个数字要低的。组长的身高是172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比较窄的，所以说我的话是前脚尖能够够着地，而且这个坐着什么感觉？就因为它车确实是偏轻，对你这个掌控感还是可以的，对。但有一点就是大家也能看到前面这段是比较短的，上半身是能够保持直立，对，但是手会有点弯，脚抬着就能看出来，真的它这个离地间隙是相当可以，离地间隙高，脚踏的离地间隙也好。我这个膝盖的话真的是挺靠上的，但好歹它是有这个窝，是没问题，是可以靠上，不会有顶。但你又不能夹太，但骑起来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夹，就这么个情况。阿虎田身高是1.75米啊，你看我这个脚腿都弯着点儿，基本上全脚掌了。所以说这个800的这个离地间隙，这个坐高啊，真的不是事儿。然后呢，整体的感觉也是组长这样说，前半身这个很舒适，上边微微有一点点前倾，然后还是这个脚部这个腿，你看我这个腿就基本上是直角了，或者是就是做锐角了，抬得很高。脚得抬得很高，就那种感觉，然后整体你的重心就会显得有一点点高，就这种感觉。整体我觉得，适应身材170到180或者185，其实骑起来应该都还可以。我觉得可能再高会有点窝腿，再高就是窝腿，但整体感觉不会觉得特别起狗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，起狗感觉没有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聊点好的，再聊点不好的啊。这车下一个点刹车，哎，来聊一聊组长。刹车的话，我们是70、80的时候这么骑，它能刹得住，这点还让我挺意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阿浩田同样，就后刹基本上等于没有，后刹没有，真没有。但是我还能踩出 ABS 来，说明它制动了，它不是坏了。它是真的没有，行程又长又啥，就前段后段都没有。对，希望后续能调整。这刹行程也长，然后又软，然后后双卡钳的后刹这个力度真的太小了，但是它能刹得住，是来源于它的前刹。这个大刹车盘是真的很大。这个大刹车盘归功于大刹车盘，真的是刹车盘够大，导致这个力臂够长，力度不够，力臂来补。对，所以这个刹车扭矩还是够的。但跟这个悬挂结合来点，它是真栽头。它是真栽头。所以这个车就悠闲的骑，不要激烈骑。好，咱们简单聊一下它的悬架吧。它这个是复古车的双后悬架啊，双后悬架，当然也是正制的这个前减了，这种复古式的这种前减。其实悬架我觉得有点偏硬了，我觉得这种车应该做像我理解啊，这种车应该做的像那种大车一样软软的、忽忽悠悠的那感觉。哎，你晃点都没事。你要这么说，是坐垫有点立功。哎，坐垫理工，坐垫是真的软，导致后悬我还能忍。对。那最后结合这个售价，这是它的最大亮点。其实刚才都不是亮点，亮点是650，24900，就是25000，25000买台650，还这个外观，这个造型，对，哎，来分析一下这个。组长只能从个人角度来分析一下。一般看中这个外观的话，往往是奔着炫酷的范儿去骑的。但你骑的过程中，你还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耍帅，总有些精力跟他去。你看档位挂不上，对吧？然后离合特别沉，然后刹车的话也有些问题，好像很多问题了。对，动力也不是很好。你会有一些精力放在这上面，驾驶上没有办法完全帅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细节上它也不是特别精细看，就是说所以说它虽然是便宜，但是它有很大的缺点，所以说它才便宜。要说性价比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市场上就看大家就看你看中哪儿了，对，看中哪个。我觉得这件事是吧，适合别人看你，对，不适合你花钱骑。如果25000，我觉得就买一造型买一样，别人听声也帅。哎，骑起来也有范儿，是吧？对，然后造型也好看，对不对？那25000很值。对，但是你要我25000花在这个骑行驾驶感受上，这25000还真不值。别看这么大排量，是的，还真不值。它共王是它的拳头产品，对吧？你在新源除了做越野的，就是共王系列了，做的是真的是有传承，
有非常好的这个外观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传承，但是对于内在的这个功力、调教、品牌力，甚至可靠性上，还是需要一些提升的。对，组长试驾了一圈的话，说实话，对它的可靠性我没有办法试出来。对，但是心里是有一点点疑虑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建议这台车老手来买来改一改，玩范儿。对吧？玩范儿。然后新手还是不要尝试了，有可能不适合你练车。对。阿豪田说的很对，因为这个车没有什么，只给了你基本的东西。对，最基本有很大的可能性扩展性。你看这中间这空的是吧？对，就是你想怎么弄怎么弄吧。我说不好听，这个车架跟125的车架没有任何区别，就是无非就是钢管的稍微粗一点，最多了。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东西。行，好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说了这么多啊。对，行，都是我们自己主观感受。如有不同意见，都是你对。好吧。好了，组长最后再说一下，那个小伙伴们特别想知道白老师去哪儿了。白老师马上就会加入我们了，他暂时去坐月子去了。所以说，请小伙伴把白老师我们爱你打在公屏上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长按点赞；总是刷到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关注我们马场小钻风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